美乌俄首轮阿布扎比会谈悄然开始，又悄然结束，俄罗斯妥协了。乌克兰强势回应，要么战死，要么摧毁俄罗斯。俄库存不足，开始使用2026年制造的导弹。乌军展开报复打击，莫斯科发生连环爆炸。利曼发生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小规模遭遇战。乌克兰大规模反攻红军村，清除赫尔松俄军司令。精彩资讯马上开始。就在几天前，全球地缘政治的中心既不在华盛顿，也不在莫斯科，而是在中东的阿布达比。一场集结了美乌俄三方的首轮秘密会谈，在那里悄悄地开始了，又悄悄地结束了。如果你只看新闻标题，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没有结果的例行公事。路透社甚至将其描述为没有任何进展，气氛极度紧张。但火力军却通过观察发现了一个让全世界都屏息的真相，那个不可一世的俄罗斯竟然开始主动妥协了。在这次阿布达比的会谈中，我们首先要看清一个细节，那就是俄罗斯提出的要价变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虽然语气强硬，但他这次的目标极其明确，要求乌克兰割让整个顿巴斯地区，这包括了目前依然由乌克兰守得死死的那最后 20% 的顿涅茨克领土。听起来俄罗斯还是很贪心，对吧？但大家回想一下，2年前甚至是半年前，普京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整个乌克兰的去军事化，要的是基辅的政权更迭，要的是建立一个从哈尔科夫一直延伸到敖德萨，横跨整个南乌克兰的新俄罗斯。但在这次谈判桌上，那些宏大的充满侵略性的帝国蓝图消失了。普京现在的底线已经缩减到了只要顿巴斯，这在政治逻辑上就是一种极其明显的止损式妥协。至于原因，火力军大胆猜测，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已经快要跑不动了。虽然俄军还在红军村发动万人冲锋，但那更像是为了谈判桌增加筹码的最后疯狂。当一个地主原本要吞并你整座庄园，最后却说我只要你家后院那块地的时候，说明他手里的现金流已经支撑不起这场长期的律师费和暴力拆迁费了。这就是阿布达比会谈传达出了第一个重磅信号，俄罗斯想撤了。当然，阿布达比会谈的情况依旧不容乐观，因为火力军想谈的第二点就是美俄的公开联手，让乌克兰支持者们感到了凉意。据路透社报道，在此次会谈中，美俄联手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希望乌克兰放弃顿巴斯地区，以此换取停火。这就是国际政治最残酷也最现实的一面，这叫做大国一致性。对于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来说，他们现在最优先的目标不是帮乌克兰收复每一寸土地，而是停止失血。美国需要把精力腾出来去处理格陵兰岛的收购，去应对委内瑞拉的油价，去重组西半球的堡垒。而对于俄罗斯来说，他们需要一个能带回家的胜利来向国内交代。于是顿巴斯就成了一块砧板上的肉，也促成了美俄两国在谈判桌上达成了一种默契，只要牺牲乌克兰的一部分领土，大家就能各回各家。面对这种背刺，乌克兰的反应是什么？乌克兰最高拉达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罗曼·科森科强势回应，要么战死，要么摧毁俄罗斯，我们别无选择。基辅方面断然拒绝了撤军要求，这让现场的气氛紧张到了顶点。这就像是在一场商业谈判中，两家大公司想合伙收购一家小店，没想到这家小店的老板手里拿着手榴弹，准备跟你们同归于尽。有意思的来了，明明气氛如此紧张，为什么俄媒却说会谈取得了进展？这就是外交中最有趣的地方，上面在吵架，下面在做事。虽然政治层面的领土主权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但俄媒披露，双方的军事人员却在阿布达比谈成了一些非常务实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第一，部队脱离接触的方案，也就是大家各退几公里，留出缓冲区；第二，停火遵守情况的监督机制；第三，建立联合控制和协调中心；第四，界定停火违规的明确标准，比如开一枪算不算违规，发射一架无人机算不算违规。大家听明白了吗？如果双方真的不想谈，是绝对不会去细化到停火违规标准这种细节上的。这说明美乌俄三方的技术专家已经开始为如果停战该怎么操作铺路了。这种技术层面的进展往往比政治口水更能预示真正的结局。只是主权归谁，这个死结至今没能达成一致。俄罗斯说如果不给顿巴斯就没法达成长期方案，乌克兰说如果给了顿巴斯，国家就没了灵魂。这就是为什么首轮会谈会悄然结束，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都在看谁会因为失血过多而倒下。但火力军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点，下周会谈还要继续。如果真的完全没进展，各方领导人是不会浪费时间让代表团留在阿布达比的。目前泽连斯基已经表示各方同意向领导汇报，并讨论下一步行动。这说明大交易的雏形已经出来了，只是现在谁都不敢第一个签字。至于火力军敢说俄罗斯正在妥协的另一个原因，大家还记得吗？俄罗斯人正在购买 17% 利息的高利贷债券。我们不能孤立地看阿布达比谈判，我们要看俄罗斯的钱包。
正如火力军之前视频所言，俄罗斯现在多个地区已经开始发行年化 17% 的人民债券，这种 17% 的高利贷是政府信用破产前的最后挣扎。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无人机正在疯狂收割俄罗斯的炼油厂和能源命脉。俄罗斯已经从一个石油出口国变成了一个连汽油都要进口的窘迫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普京会在谈判桌上收敛。他不需要整个乌克兰，因为他已经养不起了。他现在只需要把已经吞下去的顿巴斯合法化，然后赶快止损，回去修补崩溃的经济。这就是俄罗斯开始妥协的底层动力，生存大于野心。而对于乌克兰来说，这也是一场豪赌。他们是用鲜血和无尽的耐力，逼得世界第2军事强国回到了谈判桌，并让他们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另外，最近的空袭打击和战报也正在验证火力军的推测。首先是空袭方面，乌军发现俄军已经开始用2026年制造的 Kh-101巡航导弹袭击乌克兰了，这说明俄军的库存已经不足了。空袭发生在阿布达比会谈期间，据统计，俄军在这次空袭中总计投入了整整396个目标，这其中包括375架沙赫德、戈尔贝拉无人机，以及21枚足以把城市核心夷为平地的各型对地导弹。其中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俄军这次竟然罕见地动用了12枚 Kh-2 重型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原本是用来在远洋击沉万吨级航空母舰的，战斗部重达950公斤，这是什么概念？一枚导弹的破坏力相当于4枚普通巡航飞弹的总和。如果你家门口落下一枚这种东西，半条街都会瞬间消失。现在普京故意选在基辅零下20度的寒冬发动袭击，他不是想赢下这场仗，而是想让乌克兰人在没有暖气的黑暗中跪下。他想逼迫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代表团在阿布达比签字。但这场空袭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预料，面对396个饱和攻击目标，换作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防空系统都可能当场宕机。但奇迹发生了，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干扰了372个目标，整体拦截率高达恐怖的 94%。 这是什么水平？大家对比一下以色列引以为傲的5重防御系统，在面对伊朗袭击时，拦截率也只有 86%。 而乌克兰这一次彻底刷新了人类实战防空的上限，尤其是那12枚 Kh-2， 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拦截的代名词。这种导弹速度快，弹道诡异，俄军在整场战争中发射过412枚，而乌军在过去几年里累计总共也才拦截过12枚。但就在1月24日这一个晚上，俄军一次性就打掉了9枚。这背后的功臣正是美制的爱国者系统。这说明乌克兰不仅升级了算法，更可能获得了最新型的 PAC-3 MSE 拦截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特朗普在外交上咄咄逼人，乌克兰与欧洲依然必须强忍怒火去团结美国的原因。因为这世界上只有美国能提供这种能挡住航母杀手的保命符，欧洲的产能在这种消耗战面前简直连 PAC-3 的皮毛都摸不到。至于美国对这场空袭的反应是死一般的沉默。美国明知道这场空袭是俄罗斯用来配合谈判向基辅施压的工具，却连一句象征性的抗议都没有发出，这可能就是大家总结的一软一硬战略。特朗普在那边抛出8000亿美元的重建大饼作为诱饵，而普京则在这边用重型导弹作为大棒。美俄两国这一次竟然在阿布达比达成了一次极其丑陋的跨工协作。8000亿美元在商人总统眼里是一个无人能拒绝的止损价，但对于抗战4年的乌克兰人来说，这简直是对尊严的践踏。如果乌克兰真的想用土地换和平，他们4年前就投降了，还需要等到今天，在损失了无数鲜血，在零下20度的极寒中坚守时，才去学习怎么投降吗？突防成功的俄导弹虽重创基辅的能源系统，多个地区出现了停电、停水、停暖，但美俄都低估了乌克兰民族的韧性。这种一软一硬的战略非但没有吓到基辅，反而证明了克里姆林宫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乌克兰之后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对俄报复打击。据 MERS 新闻报道，奥缪尔发生了剧烈的连环爆炸，目击者拍摄的画面中，那种爆发的耀眼的火光与无人机的轰鸣，说明俄防空系统已经拦不住乌军的报复。但最让俄罗斯人感到心碎的是距离莫斯科500公里处的奔萨，当地的油库遇袭后，大火整整烧了2天2夜，直到现在浓烟依然遮天蔽日。大家想过吗？2昼夜的燃烧，烧掉的不仅是几万吨的燃料，更是烧掉了俄军在乌东地区数周的机动能力。与此同时，在边境库尔斯克州的乔特基诺区，乌克兰空军的米格29低空掠过，精准轰炸了当地的能源基础设施。几分钟后，数十万俄罗斯人陷入了黑暗与冰冷。而在莫斯科州的扎卡姆斯克，昨夜同样发生了大面积停电。大家请记住这个数据，当地的实测温度是零下23度。扎卡姆斯克拥有约13万人口，在这种温度下断电断暖，这不是生活不便，而是生存危机。在过去2年的冬夜，这一直是乌克兰人的日常生活。但现在风向变了，乌克兰把这份苦难快递回了俄罗斯本土。此外，乌克兰还对布良斯克和别尔哥罗德发起了猛攻。这一次，他们动用了标志性的海马斯火箭弹，多处发电站被击中。通讯中那巨大的火球说明了打击的精确度。开年以来，海马斯的打击频率高得吓人，这意味着乌克兰可能接收到了新一批，甚至是射程更远、威力更强的特种弹药。
而在更遥远的北方，俄罗斯的北极门户摩尔曼斯克，当地的供电与供暖已经停了2天之久。虽然俄方声称是恶劣天气导致电网故障，但在这个时间点发生这种事，全世界的情报机构都在猜测，这真的是天灾吗？网络上一些流传的照片中，俄罗斯平民聚在一起取暖的画面充满了讽刺。当普京试图用能源勒索欧洲与乌克兰时，他大概没想到自己的北极基地会先陷入一片死寂，这就是乌克兰的报复。你要让我过不去，我就让你的全国都感受到这种彻骨的寒意。而且2026年，莫斯科及其周边将成为乌军优先打击级。当莫斯科周边处处起火，普京就不得不把原本布置在前线的防空系统抽调回来。一旦俄军的防空重心发生偏移，前线的指挥系统与后勤点就会彻底暴露在乌军的屠刀之下。利曼方向发生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小规模遭遇战，一支5人的俄军小型突击队偷偷渗透进了利曼3军团的防区。他们本以为找个隐蔽的地下室藏起来就能发动偷袭，没想到他们撞上的是乌军第63旅第3机械化营的核心骨干。这3个人分别是营长、副参谋长和一名排长，呼号分别是16时、15和奥利尔。这3位军官发现俄军行踪后，没有呼叫后方抛货，而是选择了最令和的方式就地反击。乌军军官率先向俄军藏身处开火，当场击毙2人。剩下的3名俄军士兵与乌军官在狭窄的空间内展开了惨烈的近身肉搏，结果让人不敢相信，3名乌军官不仅无一伤亡，还成功俘虏了剩下的3名俄兵。更讽刺的是，这几名俄军俘虏随后竟然登上了俄罗斯的电视新闻，全俄罗斯的人民都亲眼目睹了这场极具耻辱性的被俘过程。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现在的俄军士兵战斗意志已经降到了冰点。当精锐的突击队遇到乌军的中基层指挥官时，竟然连基本的反抗能力都快丧失了。这种兵员质量的断崖式下跌才是普京最头疼的难题。接着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最惨烈的红军村。根据军事观察员博赫丹·米罗斯尼科夫的最新爆料，俄军虽然宣称已经渗透了红军村和米尔诺格勒 75% 到 80% 的区域，但这仅仅是渗透而不是占领。乌军目前在城市内部建立了一个复杂且致命的战术杀伤区。俄军的主力部队在2座城镇的南部陷入了泥沼，动弹不得，每天都在被高效率的消耗。乌军第7军团第132侦察营的无人机就像是城市上空的死神，他们在罗金斯克附近精准摧毁了一群俄军，甚至连那些躲进工业区废墟里的残兵也没能幸免，总计大概在10人左右。同时，乌军在红军村南面的塞里多夫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反击。从前方传回的视讯中可以看到，俄军基地内燃起巨大的火球，黑色的浓烟在洁白的雪地上显得格外刺眼，这是一种极致的死亡美学。乌军目前的战略非常灵活，主力部队部署在城外，城内则交给特种突击队进行消耗。这种放进来打的策略正在让红军村变成俄军的万人坑。在南部的扎波罗热方向，乌军第92旅昨天在一次行动中一口气抓获了7名渗透的俄军。现在越来越多的乌军基层部队发现，与其浪费昂贵的无人机去炸死那些训练不足的新兵，不如直接用步兵去把他们给拎回来。这说明了2件事：第一，战场上的乌军步兵数量正在恢复且质量极高；第二，现在的俄军大多是训练不足，甚至没摸过几次枪的临时工。火力军以前就分析过，1000名经验丰富的乌军步兵足以击溃3000名俄罗斯合同兵，因为俄军的精锐早在2年前的战斗中消耗殆尽了，现在对阵的是精锐与炮灰的较量。这种自信心的建立让乌军的战术变得更加从容。值得注意的是，在南部战斗中，俄第98空降师的司令斯兰叶夫多基莫夫少将遇袭，初步信息显示，叶夫多基莫夫本人下肢受伤，正在医院进行紧急救治。俄方尚未对此发表回应声明，相关报道还有待进一步确认。不过，叶夫多基莫夫算是俄军内经验比较丰富的将领，在俄乌开战前，他就曾在叙利亚作战。如果叶夫多基莫夫最终身亡，对俄军将是不小的打击。此外，乌克兰安全局还将俄占赫尔松政府的负责人弗拉基米尔·萨尔多列入黑名单，并提出了新的指控，理由是他组织了所谓的志愿营来支持俄军。在乌克兰人眼里，他是头号国贼。随着叶夫多基莫夫少将在赫尔松遇袭，这无疑给萨尔多敲响了丧钟。不出意外，接下来乌克兰情报总局会对这些伪政府人员发起更大规模的清除行动。这不只是报复，这是要从心理上彻底瓦解俄罗斯在占领区的管制基础。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罗斯开始妥协了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
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